这个身高不到1米的小男孩看上去是那么的纯真可爱，但其实他是一个16岁的侏儒小男人，虚伪又老练。不光如此，他还有一项特殊的超能力——尖叫。无论什么样的玻璃，在他的尖叫声下都会瞬间粉碎。课堂上，老师当众斥责男孩捣蛋，男孩一个不爽，尖叫了一声，结果这还没完，16岁的继母毫不避讳地在男孩面前更衣，晚上甚至抱在一起睡觉。结果继母怀上了他的孩子。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么怪诞，但却能挖掘出现实生活中的生活百态。男孩名叫奥斯卡，出生在德国的但泽，但他的出生有些荒诞。未出生前，奥斯卡的母亲和表哥相爱，但迫于世俗的原因，母亲忍痛和表哥分离，被迫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商人。但母亲一直和表哥保持着禁忌关系。在这个不为人知的三角关系中，奥斯卡出生了。家里人都对奥斯卡寄予厚望，认为这个孩子以后能够继承他们家的生意。母亲望着面前的儿子承诺，会在他3岁时送给他一个铁皮鼓。奥斯卡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母亲表哥的孩子还是父亲的孩子，也许这个答案只有母亲自己知道。奥斯卡一天天长大，终于盼到了他的3岁生日，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个铁皮鼓。可这一天也是他的童真与这个世界割裂的一次殊死搏斗。他看到了什么？母亲和舅舅在桌子底下旁若无人地做着羞耻的动作。年纪小小的奥斯卡却很早熟。这一天，他清楚看到了大人们的世界是如此的肮脏与不堪。自己的父亲可能并非亲生父亲，所以他厌恶这个世界，开始害怕长大，害怕以后也会变成这样荒诞的人性。他要保持自己这副身材，做一个孩子，来抗拒他所能反抗的一切。于是奥斯卡来到地窖，推倒柜子，从楼梯上跳了下去，结果摔成重伤。经过这么一摔，奥斯卡如愿变成了一个侏儒，停止生长。奥斯卡康复后，整天抱着铁皮鼓不撒手，有事没事都会敲2下。一次，父亲厌恶了奥斯卡的敲鼓声，试图抢走他手中的铁皮鼓。奥斯卡生气地发出刺耳的尖叫，结果不得了，玻璃全部震碎。奥斯卡发现了新大陆。试验过后，他发现自己的高分贝尖叫可以粉碎一切玻璃，非常的神奇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凭借这项技能，奥斯卡成为了孩子王，每天屁股后面都跟着一大群孩子。很快，奥斯卡就到了上学的年龄。由于长不大，所以他的身高比同学们都矮一截。上课时，奥斯卡有事没事就要捣2下铁皮鼓，老师怒了，当场发飙。奥斯卡也怒了，直接尖叫起来，分分钟震碎了老师的眼镜和墙上的玻璃。老师吓得半死，直接抱头走人。没办法，母亲只能带着奥斯卡去医院检查身体。医生要拿走铁皮鼓，奥斯卡一个不爽，再度大发神威，所有的标本容器全部碎裂，满地的残骸让医生直呼 Oh my god。 从未见过此等操作的医生决定以奥斯卡为题写一篇论文，刊登在医学期刊上。他推断奥斯卡的声带应该是发生了某种变异，导致他拥有了超能力。不能去学校的奥斯卡只能乖乖地留在家里，接受家教的指导。但生性调皮的他根本学不进去，直接拿出一本故事书，让家教给他念上面的故事。家教忌惮奥斯卡会震碎玻璃，只能将杯子拿到老远，开始讲故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矮小的奥斯卡逐渐失去了小伙伴们的信任。小伙伴熬了一盆尿汤，强行喂奥斯卡。这样的经历让奥斯卡很受伤，他开始渴望远方，因为只有远离这里，才不会被欺负。生活还在继续，奥斯卡唯一快乐的时光就是每周4跟着母亲进城办事，母亲总会将他寄放在玩具店老板那里。这次奥斯卡的鼓破了，母亲带他进城，玩具店老板直接让奥斯卡挑个新的，奥斯卡很高兴。母亲按照惯例要离开一会儿，老板目送奥斯卡母亲的眼神有些深情，明显喜欢母亲。老板也知道奥斯卡母亲每次过来是要干什么，奥斯卡却满脸写着不解。看着母亲迫不及待地上楼，他决定一探究竟。于是他爬上高处查看房间内的情况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母亲竟和一个男人在幽会。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他的舅舅。奥斯卡的世界观瞬间被刷新，失望透顶的他再次发出尖叫，把整面墙的玻璃整个粉碎，以此表达对母亲的不满。这天，母亲带着奥斯卡去了马戏团，其中一个侏儒的音乐表演赢得了满堂喝彩。那个侏儒也注意到了人群中的奥斯卡。表演结束后，奥斯卡找到了侏儒，一聊才知道对方名叫贝布拉，和自己是同类。
他10岁的时候就停止了生长，今年已经53岁了，按辈分来说都可以当奥斯卡的爷爷了。奥斯卡在他面前秀了一波自己的绝技，贝布拉惊讶万分，极力邀请奥斯卡加入马戏团，可奥斯卡拒绝了，因为他只想当一个观众。不久之后，纳粹集团兴起，家家户户都拿着纳粹的万字旗，挂着希特勒的画像。奥斯卡的父亲是纳粹的忠实拥簇，但舅舅却不是，他是个波兰人。他深知纳粹上台之后会搞什么，当然是要搞死他。广场上的德国人整齐划一地行着纳粹礼，狂热的军队正在德国境内集结，狂热的战争思想充斥了每个人的脑袋，狂热的德国人马上就要攻击波兰人。玩具店的老板赶紧劝奥斯卡的母亲尽快与表哥绝交，免得引火上身。看到母亲和老板那副亲密的模样，奥斯卡还以为母亲又移情别恋了。他敲了一下玩具来吸引母亲的注意，随后母亲来到教堂找牧师忏悔。他将自己和表哥的事全告诉了神父，虽然他屡次想要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，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根本忍不住。神父警告他要考虑后果，要绝交，不要深交。这时奥斯卡又开始捣蛋，在圣子像上敲击着铁皮鼓，这是不敬，气得神父将他一把揪下来。接连惹事的奥斯卡也惹来了母亲的厌烦。如今的奥斯卡已经14岁了，但在别人的眼里他就是个畸形。种种压力让母亲性情大变，以前他一看到就呕吐的鳗鱼，现在混口饭吃，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。一连3个星期他都在塞鱼，后面干脆坐在桶边塞生鱼。外祖母看到女儿变成这样，心疼不已，结果发现原来是女儿又怀孕了。毫无疑问，孩子还是舅舅的，母亲根本就不想要这个孩子。最终母亲活活吃死了自己。在母亲的葬礼上，奥斯卡无声地敲击着铁皮鼓，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死亡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而前来悼念的老板也被纳粹分子抓走，因为他是犹太人。没过多久，纳粹开始在德国大肆抓捕犹太人，老板的玩具店被纳粹砸个稀巴烂。不堪受辱的老板选择自杀，一了百了。奥斯卡唯一能做的就是替他合上眼睛。1939年9月1日，德国闪击波兰，身为波兰人的舅舅毅然决然地拿起枪参加了反抗组织。年幼的奥斯卡只是呆呆地望着桌子上的枪支弹药，他不明白这些东西背后的含义。波兰人躲在邮局里和纳粹军队展开了交火，周围炮火连天，枪林弹雨。奥斯卡突然想起自己的最爱铁皮鼓，他伸手去够架子上的铁皮鼓，却发现怎么也够不到。一个好心大叔看到奥斯卡的举动，赶紧拦住他，劝他躲起来。奥斯卡却耍起了性子，非要拿到铁皮鼓不可。大叔只好起身帮他去拿，可德军的坦克已经瞄准了这里。一声炮响后，大叔被埋在了废墟里。虽然奥斯卡拿到了他的铁皮鼓，但大叔却因此死去。德军的攻击依旧十分猛烈，但择邮局没过多久就被攻破。奥斯卡因长得像个孩子被抱走，舅舅则被德军抓获，就地处决。这场战役也成为历史性的时刻，标志着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。德军让但泽成为了自由城，人们拥挤在街道处，欢迎着元首的行礼。父亲也带着奥斯卡一起上街庆祝。不久，父亲也正式成为了纳粹军官。虽然世界各地都在打仗，但德国内部却未被战火波及，人们安居乐业，生活祥和。某天，父亲请来了一个16岁的保姆玛利亚。玛利亚出落得灵动水嫩，奥斯卡在见到她的第一眼就被对方给迷住了。同样是16岁，奥斯卡发现自己爱上了她。每一次玛利亚在干活时，奥斯卡总是忍不住去看她。她是一个很体贴的女孩子，每晚临睡前都会给奥斯卡唱歌。在他眼里，奥斯卡就像个孩子一样天真。他会将奥斯卡带进更衣室，毫不避讳地在他面前换衣服。父亲出差的那晚，玛利亚没有什么防备。奥斯卡虽然看上去像个孩子，可该懂的他全都懂。那一晚，他向玛利亚证明了自己是个男人。他原本以为玛利亚会属于自己，却被父亲捷足先登。回家的时候，他看到父亲和玛利亚进行了灵魂交流。因为这件事，奥斯卡给了玛利亚重重一拳。没过多久，玛利亚怀孕了，生下一个大胖小子，奥斯卡也多了个弟弟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初恋居然变成了后妈。抱着弟弟，奥斯卡知道这个婴儿是自己的儿子，嘴里喃喃自语道：等你3岁的时候，我会给你买个铁皮鼓。如果你不想长大，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。一段时间后，奥斯卡再次偶遇了诸如马戏团的贝布拉。对生活充满厌倦的他，选择不辞而别，加入了马戏团。如今的马戏团专门为顶层领导表演。他们的表演也赢得党卫军的交口称赞。一行人去餐厅吃饭，在贝布拉的介绍下，奥斯卡结识了一个侏儒女孩。他用自己的能力在杯子上画了个爱心，送给女孩。女孩很高兴，同样为侏儒，他们之间没有歧视与隔阂，2个人顺利地走到了一起。
不久，德军攻占法国，奥斯卡跟随马戏团到达了巴黎。当初曾说过不登台的他，如今却在台上表演了自己的特殊能力，掌声一片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和侏儒女孩死定了终生。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美国人加入战局，迅速扭转了局面。在一次空袭中，侏儒女孩被炸死，奥斯卡伤心欲绝，告别了马戏团，辗转回到了家乡。如今的弟弟见儿子已经3岁了，他也如约为弟弟买了一个铁皮鼓，就像3岁时的他有了第一个铁皮鼓一样。奥斯卡回来的消息很快被邻居透露给了卫生院，卫生院认为像奥斯卡这种人应该被送到疗养院疗一疗，但父亲说什么也不愿意把奥斯卡交出去，因为他非常清楚送到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活路。曾经的他就送过无数人前往那里，现在他绝不能让儿子重蹈那些人的覆辙。不久，德国战败，父亲也彻底看清了纳粹的嘴脸，墙上的希特勒被取代，贝多芬重新挂到了墙上。苏联的军队很快攻入旦泽，曾经身为党卫军的父亲赶紧摘掉徽章，一家人蜗居在地下室里躲避战乱，可还是被苏军发现，他们闯了进来，邻居大婶被当众凌辱，玛利亚只能捂住儿子的双眼，不让他看到这一幕。奥斯卡却偷偷捡起地上的徽章，将它交给了父亲。情急之下，父亲将徽章吞了下去，结果卡在喉咙，左右摇摆，让士兵误以为挣扎的男人是要反抗，开枪打死了他。曾经的报应，如今也应验在了他的身上。父亲的葬礼极其简陋，甚至连棺材都是缝合的木板。已经21岁的奥斯卡将那个陪伴了他18年的铁皮鼓一同埋入坟墓。他以这样的方式来跟过去的自己告别。失去父母的他，现在必须坚强地面对未来的生活。这时，弟弟扔出一块石头，不小心砸中了奥斯卡，掉了下去。一觉醒来，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快速长大，他重生了。而玛利亚也受够了这里的生活，最后带着2个儿子，踏上了装载着希望亦或是迷茫的火车，奔向了未卜的远方。奥斯卡也算是如愿以偿了，只有土生土长的外祖母永远留在了那片荒凉的土地上，烤着土豆，香气四溢。全篇完。影片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·格拉斯同名小说《但泽3部曲》之一的《铁皮鼓》。影片中的人生是一种怪诞思维下现实世界的生活百态，他用隽永的镜头语言为我们编制了一曲人生的咏叹调，让生命的价值浩然荡气地贯穿于整个影片的始终。通过一个侏儒之口，讲述了他自己从拒绝长大，用尖叫和鼓声向成人世界表达抗议，到逐渐认同纳粹的鼓动宣传，最后回归理性世界并恢复生长的个人成长故事。同时也讲述了纳粹德国从发展到崛起，直至最后溃败的罪恶发展史。豆瓣评分8.3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看。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